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内娱的哑巴演员，演戏全靠对嘴还硬吹演技，离开配音原形毕露。如今明星可谓是最轻松的职业，随便在节目上、剧场上露个脸都能获得不菲的报酬。而一些演员也是非常划水，在拍戏的时候因为台词功底或者口音不标准，经常要找来配音演员为自己后期配音，而他们在现场只需要读12345就行。而最让人惊讶的是，陈伟霆竟是这种演员的惯犯了。了解陈伟霆的都知道，因为他是香港人，普通话实在是不标准，因此在他拍内地戏的时候总会找来配音演员帮忙配音。就比如说南方有乔木，作为男1号的陈伟霆又一次被记者问到，他扮演的角色在戏中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？对此陈伟霆直接呆住，随后表示让记者去问配音员，还非常自然地表示反正声音又不是我的。不光是这部剧，在陈伟霆首次内地出道出演《古剑奇谭》时，也是由专业人士配音，还有后来的国色天香老九门，几乎是靠着配音打天下。虽然如今的他被众多网友称作实力演员，但从专业角度来说，声台形体才是鉴定好演员的标准。而陈伟霆这么多剧全都由其他人配音，如果将其跟好演员绑在一起，多少有些违和感了。而一些网友对此也是反感，并为其起了个外号哑巴演员。其实不光陈伟霆一人依赖配音，还有很多演员需要配音的帮助，来保住自己在娱乐圈的地位。这篇文章就来盘点一下这几位哑巴演员，出道多年，拍下众多代表作，却没用过一次原声。鞠婧祎，这位4000年一遇的美女，可谓一出道就引来了不少网友的争议。因为出道前后外表相差太大，于是就被网友们猜测她有过整容经历。在演技上，鞠婧祎也获得不少吐槽。在一段丧礼的戏中，鞠婧祎披麻戴孝，脸上却化着十分精致的妆，这一行为也是被网友们调侃她不尊重角色。除此之外，鞠婧祎戏中的配音同样成了观众的吐槽点。有网友发现，从鞠婧祎拍摄的《九州天空城》到《轩辕剑》以及《新白娘子传奇》等影视剧播出后，都是配音演员的声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些配音中，使用最多的就是配音徐佳琪，在鞠婧祎的作品中最少有4部剧。也正是多次合作的原因，让一些不明真相的观众都认为这就是鞠婧祎本人的声音。但真实的事情却是她太过依赖配音，毕竟不是科班生，靠着整过的颜值上位，所以在台词功力方面根本没有太深的造化。对此网友也是吐槽，表示鞠婧祎根本就是没有感情的拍戏机器，千篇一律的妆容再加上别人的声音，看起来根本就是在流水线上工作一般，没有感情也没有技巧，却能频繁出现作品。然而有人吐槽，自然也有粉丝维护。在这些粉丝眼里，似乎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影响，并且鞠婧祎是94年生人，因为还算年轻，所以有大把时间提升。听到这话，小编也忍不住想要吐槽起来，都29了还在剧中演少女的角色，这样真的好吗？并且作为演员，台词功底也是必须要靠得住的。要知道王志文在当初出演过把瘾的时候，年龄也才20多岁，但人家的台词功力却非常优秀，因此到现在都有人网友称赞王志文的台词听见便是享受。而如今现在的演员一个比一个能力差，让人不禁感叹中国的娱乐圈正倒着进化。刘诗诗，作为曾经的4小花旦，刘诗诗可谓获奖无数，但是在台词方面，她也有着明显的短板。之所以能有今天，靠的不光是她的演技，还有幕后的配音老师杨梦露。
在刘诗诗的演员生涯中，杨梦露几乎是相伴度过，从《仙剑奇侠传3》再到《步步惊心》以及《轩辕剑》，刘诗诗在戏中的角色全都有杨梦露配音。可能因为刘诗诗也知道自己的短板，于是便想办法突破这一困难。在2025年的时候，刘诗诗出演的《流金岁月》开始热播。在这部剧中，她并没有一如既往地使用自己的御用配音，而是亲自上场使用原声。而结果也可想而知，因为并没有太多的实战经验，在这部戏中随处可见刘诗诗读台词口齿不清，换气不稳。这一短板也是让观众们对刘诗诗的演员下降。并且在刘诗诗与另一位主角倪妮对手戏时，台词功底完全被对方打败。也正是因此，倪妮凭借这部剧成为了新一任白玉兰视后，而刘诗诗却只有干瞪眼的份儿。通过这种情况可以看出，没有了专业配音的帮助，哪怕是四小花旦的刘诗诗，都能把主角演成配角。由此可见，作为演员，台词功底有多么的重要。比如同样出演《仙剑奇侠传3》的胡歌、杨幂从来不用配音。唐嫣说了刘诗诗，咱们再来说一下同为《仙剑3》演员的唐嫣。同样凭借这部剧火爆大江南北，也同样在这部剧中使用配音。有网友扒出唐嫣以往作品的配音信息，发现唐嫣从出道至今已经出演了20多部影视剧，其中有23部都使用的配音，而大多部分配音还是由乔诗雨一个人完成的。不仅如此，有网友发现唐嫣连拍3部电影竟然也都用配音。更让人不解的是，这位演员还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，身为科班出来的演员，竟然也用配音，这多少有点说不过去了。程毅最近2年才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之中，但他其实并非是刚出道，至今已出道了12年之久。虽然大家对他的脸有些熟悉，但是对他的声音却并没有什么印象。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，还得归功于他的配音。出道这么久，稍微有点热度的角色，全都是配音老师帮忙完成。而对于他使用配音的原因也非常显而易见，那就是他的台词功底有点拉垮，同时音色也不是很出众。当然，这也并不能说明成品出来后，程毅的台词效果就一定差。真正将其配音的梦扼杀在摇篮中的，则是沉香如屑的拍摄片花。当时的程毅正以原声演绎，而当该片花上传至网络后，瞬间引来了大量网友的嘲笑。因此在该片正式上映后，程毅还是选择了配音来帮助自己。虽然效果跟片花相比，档次升级了不止1点，但这同时也让网友们吐槽程毅只会用配音。后来的程毅可谓是一朝被嘲笑，10年怕发生，于是在未来2年内，程毅都是通过配音老师来完成自己的作品。虽然在后来出演配角时，程毅使用了自己的原声，不过表现力却令人啧舌，就连网友看了都直言太难听。不仅原声有问题，程毅在剧中的表现也让网友们吐槽，大致不变的造型和演技，再加上同一个配音老师的声音，让人看了都忍不住出现串戏的感觉。王鹤棣去年一部仙侠题材的电视剧爆火，那就是《苍兰诀》，而凭借这部剧爆火的王鹤棣，也同样是使用配音的高手。其实王鹤棣并不是科班出身，因为良好的形象获得相关人士的注意，至此进入娱乐圈。他的发展可以说是平步青云，刚进圈就接到了多部男1号的影视剧，但让人奇怪的是，在这些剧中没有一部是他原声出演的。从出道时出演的《流星花园》到《江夜2》再到《苍兰诀》，在这些剧中不管别的演员有没有原声出演，他都是凭借配音走天下。其实王鹤棣也是尝试过原声的，但奈何口音太重，实在是让人出戏。就比如说此前的《江夜2》，
为了实验自己在剧中的原声效果，王鹤棣大胆读台词演戏，可结果一口川普口音的他遭到了网友热议。为了救戏，导演只好迫不得已找来配音老师来挽救这部剧。而王鹤棣也深知自己的短板，再次回归到了配音的拍戏方法中。不过有一点还是让人感到不解，如今王鹤棣也已出道了多年，但他明知自己在台词上面有缺陷，却不加以练习改善，直到如今仍没有一部使用他本人原声的影视剧，这难道不就是一种摆烂的心态吗？更加讽刺的是，这样一位明星资源却仍然排满，在他手里还有3部没有播出的作品，而且还都是男1号。如此讽刺的娱乐圈，究竟要多久才能被整改？任嘉伦这位演员可以说是大器晚成，直到他28岁的时候，才拥有了人生第一部戏《大唐荣耀》。因为是首次演戏，任嘉伦也是格外认真，在剧组待了整整5个月，拍出来的效果也非常令导演满意。惊艳的形象加上不俗的演技，怎么看都有一种前途无量的感觉。但他同样也有一个短板，那就是原声不够出色的，因此在他后来拍的古装戏中也全都使用了配音。不过时间久了，任嘉伦便想跳出古装剧，尝试出演现代剧。虽然这个意向是好的，但是一些因素却成为了他在现代剧大放光彩的绊脚石。那就是他的原声，因为并非是科班出身，任嘉伦在离开配音后立刻露出了短板，在台词功底上尽显菜鸟风范。对此，中国青年报也是毫不掩饰地吐槽任嘉伦台词不太行，表示他气息不稳，令人出戏。遭到官方点名批评后，任嘉伦也是立刻做出了改变，那就是在下一部新剧《玉娇记》中再次使用了配音，而并非是在台词上下功夫做改进。对此也是有众多网友纷纷吐槽，表示任嘉伦身为不肯下功夫，只会凭借配音演戏，而他的粉丝也是立刻前来维护，表示任嘉伦不是科班出身，应该多多理解。其实对此，小编认为，不管是不是科班出身，身为一个演员就有必要为自己专业下功夫，否则拿着这么高的薪资，真的心安理得吗？徐凯跟这位演员相比，任嘉伦可以说还算好的，毕竟在一生一世尝试了自己的原声，虽然效果不是很好，但至少有这方面的想法。而凭借《延禧攻略》的徐凯，时至今日都没有在戏中用过原音，比如凤求凰从前有做灵剑山以及招摇，甚至就连现代剧《你微笑时很美》也使用的配音。于是网友们也是不放过徐凯，纷纷猜测他的台词功底太垃圾，拿不出手，所以才需要配音来帮忙。不过很快就有网友说出了另一个原因，不是别的，正是他那广普严重的口音。虽然已经出道了5、6年之久，但至今都没有改过来，因此他不敢在戏里用，导演也不敢冒这个风险。也有很多粉丝表示，配音只要贴脸就好了，而演员出现在戏中能看到面部表情和形体，就能看见演技存不存在了。但小编想说的是，作为一个演员，声音也是演技的其中之一，就算配音再真实，都模仿不出演员的表演情感。我们就拿娘娘孙俪来说，饰演的甄嬛非常优秀了吧，但她仍然有一个短板，那就是原音不行。而国内外的奖项也都有一个标准，那就是必须原声。因此孙俪的甄嬛演的再怎么生动形象，仍然拿不到奖项。正是因此，孙俪决定磨练自己的台词原声，直到她的下一部剧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时，她的原声已经非常优秀了。我们再来说说周迅，她的嗓音有缺陷吧，公鸭嗓的音色可以说根本没有欣赏的余地。周迅也深知自己嗓音条件不好，于是在后天做出了很大努力。如今在周迅读台词上，可以说已经是很大的享受，感染力极强的台词功底，加上独特的嗓音，非常富有故事感。
其实很多演员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短板，但问题愿不愿意改善自己。如果明知道自己有缺陷却不做改变，那他早晚会被时代、观众抛弃。